魏无羡笑道：“这你都看不透，真是个小古板。你想啊，这儿到处都是树，冬天虽然有点稀了，可到了春夏，长了叶子，那就是个天然庇护所呀。”他边说边拉上蓝忘机的手：“哎，你跟我来。”他带着蓝忘机踏进土地，行至一棵大树底下站定。你看，要是上头枝繁叶茂的话，在那条道上猛地一瞧，连咱俩的影子都不一定看得清。顿了顿，魏无羡朝身侧的人凑近了些，斜斜地勾了勾唇角，也就是说，要是你想在这儿搞我，根本不会有人发现。蓝忘机，魏无羡见他如自己料想中的一般，耳尖迅速充了血，作恶逗弄的心思更深。他伸了伸脖子，在蓝忘机的耳边低声道：“你可以把我摁在树干上，想怎么亲就怎么亲，想怎么弄就怎么弄。”蓝忘机移了移脑袋，耳朵红得如同被煮过的虾子，不知羞。魏无羡眼里闪着狡黠的光，怎么这也要羞一羞呢？咱们可是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，不止做了，还异常刺激激烈呢。我跟你说，你那天晚上可狠了，我都跟你求饶了，你还不听，把我死死地压在床上，狠狠的。蓝忘机忍无可忍的一把拦过魏无羡的腰，低下头狠狠地堵住了那张让人又爱又恨的嘴。魏无羡眉眼弯弯，也不甘示弱地仰着头回吻，像是要与其一决高下一般，舔吮着对方的唇。两个人辗转反侧地斗嘴了好一会儿，才勉勉强强分开。末了，蓝忘机在魏无羡的下唇上不轻不重地咬了一口，哑声道：“别闹了。”魏无羡摸了摸自己被咬得隐隐有些发痛的唇，无辜道：“怎么是我闹呢？我不过说了几句话，是你自己要亲上来的。”他眼睛一转，复道：“都到这份上了，不如咱就地把事办了吧。”蓝忘机略不自然地轻抿了下唇，从耳垂到脖根红了一片。他握住魏无羡的手：“该回去了。”默了默，他道：“回去再说。”魏无羡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他笑眯眯地将手反扣回去，5根手指从蓝忘机的指缝间挤进去，并用食指轻轻挠了挠他的指节。蓝忘机指尖收紧，捏了捏他不老实的手以示警告。夜静悄悄的，月光将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魏无羡跟蓝忘机有一搭没一搭的东扯西扯，话说那天晚上的事儿，你还记得多少？蓝忘机垂下眸，似是仔细地回想了一下，才道：“没有多少。”魏无羡悠悠地叹了口气：“你这个喝醉了就断片的毛病真是。”他摇了摇蓝忘机的手臂：“那可是咱俩的初夜。”“我知道。”蓝忘机道：“无妨，以后还……”他的话头戛然而止，方才好不容易退下去的红色又染上了白皙的颈肩。魏无羡明知故问道：“还什么？”蓝忘机不说话了。魏无羡挪揖道：“还可以天天体味，是不是？”蓝忘机：“别说了。”宿舍楼底下，蓝忘机从车里拿出一个纸袋。魏无羡歪歪头看过去：“这是什么呀？”蓝忘机锁好车门，转身将手里的袋子递向他：“给你的。”“给我的。”魏无羡指指自己，眼中明显带了几分惊喜。他伸手接过对方递来的袋子，一边打开一边笑道：“什么东西呀？交往礼物吗？你怎么这么有先见？”看到袋子里东西的一刹那，魏无羡有些微愣。他把里头的东西取了出来，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夜灯，里面装了塑料做的海草和热带鱼，略有些泛蓝的液体在灯底光源的映照下散出幽丽的微光，美地仿若在梦境里才有的蔚海之境。魏无羡张张嘴，沉声道：“为什么送我这个？先上楼。”蓝忘机轻拍了下魏无羡的肩，领着他进入楼门：“家里新添置家具，附赠的。”魏无羡垂着头，整张脸隐于黑暗中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一路无话。楼道里没有灯。蓝忘机停住步子，偏过头看向低着头的魏无羡。他身上穿的本就是件墨黑的外套，刚才在外头有些凉，自己帮他把帽子扣在了脑袋上。现在他的侧脸被黑色的帽子完完全全的挡住，只剩下几缕发丝和垂下的长结余在外头，全身上下都笼罩着阴沉压抑的气息。蓝忘机轻轻地深吸了一口气，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伸出手，似想要轻抚魏无羡的头，却在半空中始终没有落下去。默了默，他道：“回去睡吧，晚安。”话毕，蓝忘机转过身，掏出钥匙打开家门。就在他准备拉开门进去的时候，魏无羡低低的开口：“
你都知道了，是不是？蓝忘机的背影一顿，魏无羡抬眸笑道，也不知道是我记性不大好，还是不小心睡迷糊了，有好几次明明记着自己是在沙发上睡着的，怎么醒了就到床上去了呢？他状似思考般地的沉吟，我应该没有梦游的毛病啊。蓝忘机低了低头，抱歉。又说这个？魏无羡皱眉道，我不喜欢你说这个。他用钥匙旋开自家门锁，进来坐坐吗？我给你讲深夜小故事。那年，温氏从法院撤回诉讼后，紧接着便向江氏发出了猛烈的商业攻击。江氏的资金链一夜之间突然无法周转，云梦的股市大跌，整个集团陷入巨大的财政危机。与此同时，公司内部竟有人将江氏的商业机密全部泄了出去，并且捏出伪证造谣诬陷，给江家凭空安上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罪证。一张法律传票送到了江丰眠手里，江氏瞬间岌岌可危。于子渊气得浑身发抖，狠狠地甩了魏无羡一巴掌，祸害，祸害呀！当初江丰眠把你带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迟早要扰得我们全家不得安生。江澄也在那时赤红着双目揪起他的领子，魏无羡，旁人的死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的英雄病就这么重吗？啊，你自己有病，凭什么要全家都一起陪葬？江厌离虽然从始至终都是向着他的，可每晚从房里传出的无助抽噎，每日清晨红肿的双眼和含着泪的强颜欢笑，总刺得人眼疼。江家的一片狼藉，云梦集团的满目疮痍，无一不驱使着魏无羡生出独当一面的想法。某天夜里，他孤身一人前往温家，找到了温巢。他问他怎样才可以放过江家。温巢坐在一张沙发上，旁边放了一根拐杖，阴恻恻地笑着。放过江家？他指指自己的腿，那这个呢？这算什么？魏无羡面无表情，只要你能放过江家，有什么都冲我来。温巢歪着脑袋看着他，眼里迸出怨毒的光。那我可得好好想想。他慢条斯理地靠上沙发背。很简单，一，填个协议表，把你保存 Q 大的名额让给我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你看，我现在是个废人了，出国留学已经基本不可能了。一个大学里的名额没问题吧？魏无羡点了下头，没问题。二，你打断了我一条腿，可却一点责任也没有承担，真是让人不爽啊。不如你到我们家的地下暗室里待上2个月，也算是坐过牢了。魏无羡，行，还有吗？